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仙女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Jackson。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日本的都市传说。哪一个都市传说？日本有很多都市传说。哦，这个厉害咯！日本呢就有一只头发会一直不断长长的娃娃。其实说到娃娃哦，我个人觉得它就是一个很玄幻的东西，因为世界各地也发生过不少关于娃娃的灵异事件。就很像很出名的 Annabelle、Robot 娃娃、扑帕娃娃等等这些娃娃的故事，其实真的是一个比一个还玄幻。今天我们要说的这只娃娃就很厉害了，因为就算历经了几十年的时间，在它头上的头发还是不断的在长长，一直到了现在也依旧还在不断的变长当中。正所谓有图有真相，这个娃娃目前呢就被安置在日本北海道的空知昭利泽万念寺里。在1918年的时候，有个疼爱妹妹的哥哥就送了这只可爱的娃娃给了自己3岁的妹妹，也就是橘子。橘子呢就非常的喜欢这个洋娃娃，每天都随身携带，甚至在晚上的时候都要一起睡觉。这个娃娃的发型是个妹妹头，在日本传统娃娃当中是很常见的，头发跟下巴的长度是一样的，而且呢，在她的额头刘海处它会有一个缺口。但是在1938年的时候，因为一场流感，很不幸的橘子去世了。但是因为这个娃娃是橘子最心爱的玩偶嘛，所以她几乎也是每天形影不离。最后橘子死后，哥哥就把这个娃娃跟他的妹妹橘子的遗骨就放在一起，就很像他还活着一样。后来呢，哥哥也因为要打仗，要应召入伍，在临行之前，他就把存放着娃娃还有着橘子遗骨的盒子寄存在了万念寺里，一直到他退伍的时候才去领回。当他在住持面前把那个箱子一打开的时候，不禁原来那个娃娃的头发竟然长长了啊！就是他们的流传着那个会长长头发的娃娃，就从这边开始。是，就是这只哥哥送给橘子妹妹的娃娃。而且重点是，这个娃娃的脸庞也变得跟死去的橘子十分的相像。如果不是因为当时寺庙里面的住持也亲眼看到这件事情，根本不会有人相信这种怪事。所以呢，哥哥就觉得娃娃脸孔的变化，还有就是头发的长度变长，这些种种的现象，其实就表明一定是妹妹的灵魂进入到了娃娃身体里面的缘故。寺庙的住持也认为这是一个神迹，于是呢就跟哥哥商量，把橘子的娃娃供奉在寺庙里面。寺庙里面的僧人们知道了头发这件怪事情后，就也开始注意起了这只娃娃。果然，娃娃的头发真的越长越长，本来只是妹妹头的发型，现在已经快要长到膝盖了，而且完全没有停止生长的迹象。僧人们呢也会时不时的帮他修剪他的头发，但是就算他剪了，他也还是会一直长长。为什么他们要一直帮他修剪这个头发？因为传说在这个寺庙里面的僧人，就有一个僧人，他就晚上睡觉，他就做梦，他就梦到这个娃娃来跟他说，如果我的头发长了，你要帮我剪，这是我的小心愿。所以从此以后，这寺庙的僧人就一直帮他剪头发。你这个是什么表情？知道这个现象的住持之后，就把这个娃娃安置在寺里面。而且呢，在那之后，头发只要每生长到腰部，就会自行断落。也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这个恐怖的娃娃，也引起了更多的人来看这个娃娃。其中就包括了著名的雷探长，他也有去实地考察去看这个日本娃娃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娃娃的影片。哇，这就是他们那个阿菊娃娃的他们拍的这个原版的照片啊，在这个万念寺里面放着。其实这还照了一层，就像日本人挺认真的，这应该是早期的。它是从5度向下看的话，而且能感觉到就是，
它呢微微的有些笑容，而且眼睛是湿润的。据说这个娃娃发现的时候越来越像他死去的那个橘子。最关键，他这个和服呢，100年来一直都在换，所以说这个娃娃是真的是非常的有点小恐怖。就这样一传十日，十传百，最后连北海道大学医学院的学者专家听到这个消息，也立刻派人到万念寺去化验，结果发现娃娃的头发真的就是人类的真发。当时令整个医学界也感到十分的诧异，而且对头发为什么在几十年了还会长长也感到非常的不解。而且更恐怖的是，据说如果你离娃娃足够近，你盯着他的嘴巴一直看，还可以看到他的嘴巴微微的张开，似乎就像死去的橘子，就真的生活在这个娃娃里面。可是有一点很疑惑的是，它是一个非生物，为什么它的头发会一直长？是不是那个娃娃的体内有一些让它生长的一些物质在里面？你很厉害，你知道我接下来讲什么？所以后来也有人怀疑这个娃娃它可能是一个机关人偶，可能它的内部里面设置了一些自动的机关，然后有一个变速的装置，它可以自由的控制头发的生长，但是因为速度设置的足够慢，所以没有人发现娃娃的里面是否真的有机关的存在。但是啦，不管这个娃娃它是不是真的机关玩偶，还是一个里面有机关的娃娃，其实寺庙里面的人或者是外人，谁也不敢一斧头跟他劈下去，看里面的是到底是怎么样，是看它里面到底是怎样的。因为如果你劈下去，你 lucky 一点，它里面真的有机关，这件事情是假的，恭喜你，你闯过去了。可是万一你一劈开，里面是空空如也，那么那个劈开的人就真的摊上大事啊。如果大家听完了我们今天的故事之后，对这个娃娃产生非常浓烈的兴趣，现在也可以到日本北海道的万念寺去拜访一下这位长发娃娃，看一看他的头发是不是又变长了。